AI 已经能帮你写脚本、配旁白、做动画，甚至自己生成影片。照这个速度，剪辑原片不是应该快要消失了吗？我们也真的试过，把一支长片尽量交给 Agent， 图表会动，文字会飞，一架小飞机还能从台湾飞到日本，预脸看起来很完整。可是到了正式输出，时间突然被拉得很长，效能监控里那张 NVIDIA 显卡也几乎没有工作。那次经验让我们第一次认真问 AI 已经会做影片了，为什么完成一支长片还是需要回到剪辑完 T？ 答案先留着，我们从那支8-9分钟的影片说起。那支片大概8-9分钟，画面在预联里已经调好，素材也都准备完成。可是正式输出一按下去，整个过程跑了很久。这台机器装的是很强的 NVIDIA 显卡，我们原本以为长片输出时它应该会帮上忙，后来打开效能监控，看到的是 CPU 持续忙碌，显卡却几乎没有工作。这个反差不是想象，也不是素材没有整理好，它就出现在已经准备完成，只差输出的那一步。我们接着检查设定和 Remotion 续集采用的输出方式，想知道到底是哪一段没有用上显卡。原因很像小时候玩的翻阅动画，你快速翻动一切图片，人物就像真的动了起来。Remotion 正式输出长片时，也要把每一格重新做出来，1秒钟要准备30张，8分钟累积起来就是1万多张。数字不用背，你只要想象一个画得很快的人，仍然要把整本超厚翻阅动画一张张完成。Remotion 可以让每一格都按照程式准确出现，但片长增加，等待也会跟着增加。这是工具的输出方式，不是素材准备出了问题。我们先检查是不是少开了某个设定，查完之后才拆定。做画面和最后把影片压成 MP4 是2份不同的工作。显卡可以帮浏览器处理部分画面效果，可是我们当时使用的 Windows Remotion 版本，在直接输出 MP4 时，最后那一步仍然交给 CPU， 没有自动使用 NVIDIA 显卡。也就是说，效能监控没有看错，素材也没有问题。限制出在这条输出路线本身，显卡不是完全不能帮忙，但要另外拆出一条做法。单纯按下原本的 Remotion 线输出，并不会自己切过去。快定原因后，我们改的不是素材准备方式，旁白、来源影片、音乐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，真正改变的是 Remotion 要负责多长的影片，长条图、小飞机、标题卡，这些真正需要动画的部分，输出成4到8秒的小片段，完整8-9分钟长片，不再要求 Remotion 从头一路算到尾。这样做保留了程式动画的优点，也避开原本最耗时间的完整长片输出。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，已经准备好的新音、影片和短动画，要交给哪个工具组成最后成品？答案就在下一段。从我们这次的经验看，答案就是剪辑软件。它留下来，不是因为 Agent 做不出画面，而是它能接住已经准备好的旁白、来源影片、音乐和短动画，把它们排进完整时间轴，再完成最后输出。我们现在把工作分成3种，内容与材料准备交给 Agent， 精准的短动画交给 Remotion， 整支影片的组合、节奏和最后输出交给 CapCut。 这个分工解决的是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，保留 Agent 和 Remotion 散长的部分，不再让 Remotion 求自承担8-9分钟长片的完整输出。它是我们目前的答案，不是所有创作者唯一的标准做法。